现在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迈出美国这个字体，现在在全球席卷，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联准会主席他证实了，他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这个是来自于刑事起诉的威胁，就是川普恐怕已经对他寄出了刑事上面的威胁，而鲍尔因此呢，他在这个时候就痛批这个是政治上面的施压，将会动摇到联准会的独立性。也代表呢，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在被政治权力给正式的接管。这个消息一出，全球的金融市场怎么做反应？我们来赶快看到迈出美国。我们刚刚说了，其实这样的气氛这几天不断的蔓延。首先，我们看到包括了美元跟美债都被抛售，美股呢早盘除了跌之外，美元现在也跌幅达到了3周来最大的跌幅。美债被抛售，而黄金则是价格创下$4600的新高。全球资金开始做重新针对于美国的评估，也就是说，美国值得信赖吗？成为大家现在在思考的议题了。还包括了另外是前3位的联准会主席，包括了伯南奇跟耶伦等人也出面力挺鲍尔到底。针对于鲍尔的刑事调查，他们是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透过检察手段削弱了联准会的独立性。针对这样子一个迈出美国的氛围，是否整体削弱了美国金融霸权？司法难道沦为政治工具了吗？大使怎么看？那一定是削弱美国的政治霸权，削弱美国的司法这个整个的政府体系的可信度嘛。可是做这件事对川普有利啊，川普对那个鲍尔已经怎么讲呢？已经深恶痛绝到什么程度了？每次叫你这个升息，你都给我这样拖，害我的这个经济状况不能够照川普所说的那么好，就是因为他认为最大让他这个看不到好的成绩单呢，就是鲍尔不配合，对，而且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川普去这个美联储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拿了一份资料交给鲍尔说。你们这个美联储大楼的这个整修工程这个一开始到后来追加预算追加的这个有一点问题，你这里面是有问题的。那然后拿了一堆资料交给鲍尔，当面，而且当着众人这样讲，那已经就是在警告鲍威尔啦，就是说你再不跟我配合的话，我就要拿你这个案子做文章了。那鲍威尔一头雾水他也搞不太清楚他只知道就是说，哎呀，他们要这个把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大楼重新老旧大楼整修一下，只是追加了几次预算，没想到川普找了一大堆东西，因为司法部调查局都在川普的手底下嘛，对，所以呢，这个鲍威尔现在我觉得他就是说触了川普的逆鳞嘛，结果呢，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刑事的追查，我跟你讲，美国的司法基本上不要以为真的是那么客观公理客观独立。川普自己就说啦，当时这个拜登他们就是用司法来整他多少个案子缠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说用这种司法来把他的名誉把他水混，然后让他去花钱，因为他打官司他不要钱嘛，很贵的。然后呢，用拖累他，给他示威。对，那所以这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川普做事是常常讲不是没有原则，他没有下限。他没有下限，什么手段都使出来。那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家体制来讲的话，那现在美国国家体制其实建立了一个概念叫制衡，没有人拥有绝对的权利。靠制衡来维持这个制度的公正性，跟他的怎么样专业性。那你现在川普的意思是要把所有权力都推到他手里面，那你所有的经济的政策就要服务川普个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什么短线、冒险，然后呢违反经济规律也在所不惜。那美国的政治经济谁敢还对他有信心？你手上拿美国债券的话，你就想卖掉了。对。
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金融市场也弥漫着很不安的气氛哦，卖出美国，这是在金融市场的部分。其实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它的民生市场也非常的低迷，现在呢延烧的事情就是低招聘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市场的结构。尤其我们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哦，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裁员比例已经倍增，从16%到32%了。那去年12月失业时间的中位数是11周左右，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数字。中产阶级过去大概有60%的人口，现在竟然降低到只剩50%了。中产阶级难道逐渐消失当中吗？就业市场如此的低迷，是不是这些底层的人也会被忽视呢？看给我们1分半就好。因为中产阶级其实美国社会的其实它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美国现在失业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者已经占到所有失业者的1/4的26%了，这个数目还在继续扩大当中。我们举2个例子，一个就是那个33岁的一个琼斯他年薪9万，他每个月要付$2400的房贷，他年薪9万，大部分一个月的话大概就不到1万美金，然后他其中1/3他就要缴房贷，于是他就等于几近要破产了。他投了1000个履历，结果都没有人录取他。他现在只能靠什么吃老本？好，那这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再看一个，他不是中产哦，他算是高薪的，年薪25万美金，相当于台币800万。结果呢，他也投了800个履历，结果他终于到了什么？终于到去帮 Uber 送外送这样子。那你就晓得说，他原来是一个什么？他原来是药厂的业务主管，他后来他必须要做零售业跟那个外送业，他才能够维持他基本的生计。而且他的小孩本来是念贵族学校，现在改叫他们念社会大学，为什么？他供不起。那这个现象不是发生在加州比佛利，而是你会在美国的主要的阶层里面，你都看得到这种倾向。也就是说，他们发现那现在这个环境是低招聘、低解雇。就什么很少在招人但也很少在裁人，就不会动。这样不会动的话，它经济指标就永远上不去。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实际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跟川普说的黄金时代完全是2回事，而且完全背其道而行。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再多久下去呢？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人民也是都在忍耐了。好，所以如果美国人民苦哈哈，眼看其中选举就要到了，所以现在川普其实不只是干预在司法针对联准会之外，还干预到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他2个政策，第一个就是强行的封顶信用卡的利率，控制在最多10%，这是针对民生的这个信用卡的利率。第二个，他要控制这个房贷利率，不要让它太高，所以他就让这个房利美跟房地美2家公司砸$2000亿买这个抵押贷款的债券，企图压低房贷利率，但是银行也讲了，你这样只会导致信用紧缩，这样民众未来只能跟高利贷来借钱。像这个怎么看？到底川普在不在意这些事情？是有，他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但你说他是为了百姓吗？还是为了说这个选票？其实不见得，他只为了他自己。那百姓他没有在意，那么有钱他不在意一般民众的啦。选票其实也是，他基本上没有下一任了。所以看到现在川普做了很多的极端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包括对美国国内也好 ，IC 这些当中的查缉、非法移民，他都是一个就是要在任期内非要达到他自己目的的。他因为是商人，所以他这个执行度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太一样的。只不过对于整个美国的金融制度伤害到什么地步？要知道，其实包括联准会 FED 跟财政部之间的关系，真是美国非常精妙，犹太人为美国这个政府设计的，所以才能够这么强大。在欧洲都没有这么样的精妙。但是呢，要知道，其实，在金融市场是这样子，美国很强，川普很强，美国财政部，各位各国都有财政部，都有央行，但是最上面的金融资本国际，那才是一团天空的云呐。川普想要自己吃下来。这个金融资本听他的不可能的啦，他会遇到很多的部分的挫折，而且主要是金融市场环境最重要是信任跟信赖。